雪雪，你知道你轩然哥今天跟我说什么吗？说你的大神让我做他的助手。我听到这个消息，简直像被雷劈了一样。哎，你回来了！你干嘛去了？大神呢？大神？啊？不在了，走了吗？这书房呀？怎么回事啊？你没在家，大神来找你，他就去书房等你了，我就去给他买吃的。你看看，你说他喜欢吃哪个？薯条还是棒棒？不是还有辣的？这也太帅了吧！那个瞎子说是骷髅妖男，不是他颜值都爆表了，帅！嘘。被雷劈的感觉如何？你怎么到我家来了？当然是来考察你贫乏的小背景了。一个家庭关系极为和睦的大学生，只有寒暑假才会回家，也不但不在家里面休息，反而到一个闲置多年的老房子打工。是否你的内心不像外表看起来那么开朗？不仅仅是年幼丧父，你的其他家人在某种程度上也给你很大的亲情诉求。你的个性并不偏执，也不脆弱。是否你的童年遭受过了更大的伤害？不过与我新的发现相比，这个问题显得微不足道了。你竟然看这种毫无逻辑、毫无科学根据的小说，上面还做了大量的批注。这是言情小说，需要什么逻辑啊？情不知所起，一往而深。若有一人爱我如初，谁让你翻我的书看的？外面那位小姐说，这房间里的书我可以随便看。你为什么让我做助手？显而易见，非你不可。譬如，我工作的时候不喜欢被打搅，我需要有人替我做很多繁琐且无效的工作。譬如，在这个城市里，我只认识你一人，而且你还很会钓鱼。我要考虑一下。我只抓最穷凶极恶的罪犯，只有我才能抓到。这个案子破案时间最长不会超过1周，也就是你的聘期。如果我是你的话，我就不会问这种无意义的问题，而且会在明早8点赶到别墅去。罗金言，
喜欢画乌龟。你昨天很晚睡了。有换发型吗？做你的助手，当然要配合你的风格了。没有原来赏心悦目，最好换回来。菜鸟助手，去把楼上的案件资料整理好，然后拿到外面市场等我。知道了。Andy， 开门。这位美丽的淑女是您爱人吗？她是我的新助理，简瑶。简瑶小姐您好，我是安迪，很高兴为您服务。根据您的身高来判断，您的体重偏低，建议您补充营养，合理膳食。你的话太多了。父子运动的玩意儿，跟她一样，活泼妈妈的。很酷啊，就像小时候看的那个美国电视剧，叫什么来着？对，就这个。Andy。你的意思是，罪犯只是一个人，而且是本地人。可是警方一直怀疑是人贩团伙作案。7起案件，受害者类似，作案手法类似，时间间隔有序，水平极其稳定，从不失手，而且具有强烈的个人特色，这可能是一个人。跟你的小男朋友汇报。他不是我男朋友。
会介意我汇报吗？我为什么要介意这种无聊的事情？你们是？您好，请问您是傅明义的母亲吗？是我。我们在调查他的失踪案，带我去他房间。问过了，跟警局调查报告上提到的差不多。傅明义当日清晨离家，大约8点多钟到达同市。他今年15岁，刚上初3，去同市是为了到姑姑家住半个月，参加补习班。可是过了几个小时，姑姑还是没有见到他，就打电话回到家里，才知道他失踪了。你有什么发现吗？你的脑子不是摆设，所有跟傅明义有关的信息，我都要。他去的地方的那些线索，一定藏在这个屋子里面。我有一些发现，但是可能没什么用。你说。傅明义的成绩中等，偶尔还会不及格，但是他跟同学们的关系很好，很爱玩游戏，所以他就经常在网吧、游戏厅逛着。傅明义那天去姑姑家，还给姑姑带了一篮子鸡蛋。婷，你怎么知道的？因为我看院子里有养鸡棚，心想如果让孩子去姑姑家借住半个月，一定会带一些见面礼。我就问了他妈妈，果然他那天带了，而且以前也经常会给姑姑带鸡蛋。不过这应该也没什么用，其他就没有什么发现了。你怎么会想到的？给姑姑带鸡蛋？你真是个天才。这是基本的人情世故啊。傅子玉啊，说你知书达理，会跟我互补。看来他真的蒙中了。这个就是他失踪的地点，你看。为什么呀？他手里拿着鸡蛋，去哪都不方便。他会带着一篮鸡蛋去网吧玩吗？你见过这样的男孩吗？他喜欢打游戏，但是又没有足够的钱。他为什么没有第一时间去他姑姑家？最大的可能就是他当天偷偷的把鸡蛋给卖掉了。他经常给他姑姑送鸡蛋，所以1次2次并不会被发现。而网吧又在农贸市场附近，距离他姑姑家也不远。可是我们知道了失踪地点
为什么罪犯是住在第一个失踪者失踪的附近？为什么他的年龄是25到30岁之间？你不是看过白板的吗？原因都在那上面。告诉警察，马上搜索农贸市场东边的那个树林，有发现之后，立刻给我电话。发现什么？这些孩子都被杀了。就算只有一个人作案，也可能是人贩子。为什么就是连环杀手呢？因为我了解他们，现在出手小心。我不是跟你说过吗？我只抓最穷凶极恶的犯人，人贩子，多么不入流的东西。连环杀手才是我的菜。给你1分钟时间，惊讶够了，就继续做你助手该做的事情吧。他怎么就能确定了？为什么？从哪得出的结论？你等一下，他们想知道原因。回去之后做简报，让他们先找尸体。这事儿太大了，大家伙都等着呢。局长刚刚也来了，你让博教授先跟我说说。你能不能在电话里做简报？我上一次做简报是在马里兰大学伯克利分校中央报告厅，现在你要我在108国道雾林乡码头村的收费站做简报。那又怎样？你说的对，站在哪里都会正中法官。是这样的，博教授现在正在准备简报内容，还有一些证据需要补充，现在没有空，等我们到了同事第一时间跟你们解释，到时候简报的内容也会更完善。出手都是骗子。闭嘴。嘴角下抿，脸颊向下倾斜，上眼皮往下垂。为什么我刚刚看到典型的痛苦表情，隐藏在你的平静里？看来我上次的判断还是有偏差。你心中那点小忧郁、小悲伤，看来还是跟你的父亲有关。错，我刚才之所以感觉到痛苦啊，是因为你马上要给刑警队做简报了。助理小姐，你是吃错药了吗？正是因为我真的身为你的助理，所以我想真心的劝告你，里面那些人都是敬业爱岗的刑警。你等我给他们做简报的时候，能不能不要讽刺他们？就算有问题，你也耐心一点解答，行吗？你是从哪一根跳线的神经脑补出那么奇怪的观点？不脑补啊！你之前对我对别人，你想好吗？你说话分分钟气死人。我讽刺人，从来都是因为智商上的差距，而不是仰仗专业优势。刑警跟我的工作性质根本不同。
为什么会讽刺他们不懂犯罪心理呢？你们需要找的嫌犯，他有点小聪明，也算是细心。对于受害者，他也有一定的偏好。他并不是以暴力的方式带走受害者，他的沟通能力很强。他会和受害者有一段时间的沟通，请他吃饭，介绍工作，然后再把他带到一个他安排好的地方。他是独生，他在农贸市场附近租了房子，也可能是他父母亲留下的房子。他的家里就是他的作案地点。此人的活动范围很小，不会超过地图所标示的区域。大家都看到了，图中所标示的就是嫌犯活动舒适区。在这个区域范围里，根据我刚才所说的，重新的调查和收集受害者相关的信息，一定会有收获。等找到受害者的尸体之后，我会给出最完整的嫌犯画像。现在大家有什么问题可以提问？他为什么会住在农贸市场附近，也就是第一个失踪者失踪地点附近？他的确是比普通人聪明大胆，但也不过如此。以他有限的资历，第一次作案，他绝对不会选择在一个离家数公里的地方，而且他并没有把握去说服一个少年跟他去到这么远的地方。您确定那些孩子被谋杀了？失踪超过2周以上的人，被害的可能性超过90%以上。那薄教授，为什么要找到尸体以后就能给出完整的画像？因为他所有的内心诉求，最终都会反映在尸体上面。是啊，全警局只有你一个人受训过从美国传回来的洋玩意儿，到底靠不靠谱？这嫌疑犯长什么样，这可不是胡乱猜的。不是猜，薄教授应该是有推断依据的。举个例子，15、16岁的男孩体格差距都很大，发育的好，能冲到1.7米多，而现在所有的受害者身高都在1.6米以下，最高的也才1.58米。这也就说明疑犯本身的体格不会太健壮，所以在寻找受害者时，他没有信心，只敢选择比较瘦弱的。你这么说倒有点道理。继续。我现在虽然还不能反推出薄教授的理论依据，但我相信他的侧写不会有错。队长、副队，有新发现。按照队长的安排，2组在重新走访交子街一带的时候，有一个水果店的老板娘认出了3号受害者。她说，她记得曾经跟一个符合画像描述的男人一起走进了店里，买了一些水果。什么时候？老板娘说她记得很清楚，那天是11月5号，她的结婚纪念日。因为她着急回家，是她的最后一单生意，可对方不停地在挑来挑去，弄得她很烦躁。11月5号。也就是说，3号受害者在11月5号的时候就已经与嫌犯接触，而真正报案失踪的时间却是12月5号，这时间差得也太远了。告诉我，你想要宣泄些什么？谁是你的第一个？是什么激发你的开始？而你又将变成什么样子？我说大哥，你有什么新的发现，直接跟他说不行吗？干嘛非要找我？你是薄教授的助理，
他说了，警方跟他所有联系都必须通过你。再说了，我也没打电话呀。快点儿！喂，薄教授，警方说他有一些新的发现，想要跟你。怎么了？啊？他说叫我们过去。去他家？那是叫你一个人过去，还是叫我们一块儿过去啊？他就说了3个字儿：“过来吧。”然后就挂了。那快去！哎，别急嘛。我想他是不会起来迎接你的。你有什么新的情况，就直接说吧。你别看他好像在发呆，你说什么他都听得见。是这样的，根据你提供的调查范围和嫌犯画像，我们做了更深入的排查，发现有几名受害者，他们真正的失踪时间你都已经发现了。发现了，发现什么呢？在农村乡下，15、16岁的男孩基本上就被视为成年人，所以他们所受到的照看还有监护，不可能和成年的孩子一样。的确是这样的，有的孩子真正的失踪时间与报案失踪时间存在着较大的误差。我已经把他们的失踪时间重新做了推断，你确认一下新的信息吧。我明白了，其实3号真正的失踪时间是早于2号的，所以他们俩的位置应该互换一下。罗教授，除了失踪时间，还发现了一些其他可能相关的信息。你真的相信这是一起连环谋杀案吗？这种只存在于美剧里的案件，怎么会突然降临到我们这里？一开始我也不愿意相信，可是随着案件的深入调查，越来越印证了薄教授的判断。我还是不明白。你是他助理，他没跟你说过？他的结论就是凭空，啪的一下就冒出来，他从来都不会解释他的结论从何而来，依据是什么。这么跟你说吧，拐卖的对象以女性和10岁以下幼童为主，可是这批失联的失踪者全部都是男性青少年，这不符合拐卖案的典型特征。
我已经圈出了3个最有可能埋尸点，你带你的人过去，立刻开始搜寻尸体。我这就去。那我们现在干什么？我累了，需要睡一会儿。今天还有工作吗？没有了。我们不需要协助警方搜寻尸体嫌犯吗？那是警察的事情，我只负责分析。那我先回家，明天我再过来。不行。你现在的时间，全部都是属于我的。我先回家，有什么事情我随叫随到。不行。如果半夜需要看尸体的话，难道还要花时间开车去接你吗？如果能够第一时间抓到罪犯，也许就能阻止他杀害下一个人。那我睡哪里啊？一般情况下不都是把床让给女士吗？你应该少看一点那种小说。2队，你们那边情况怎么样？收到，继续搜索。不对，这边有情况。挖开。喂。我知道了。莫心言，醒醒！莫心言，沉默，自己去睡。沉默。他女朋友的名字。你怎么会出现在我房间里？找到尸体了。我明白，但只要还没找到尸体，就总觉得还有希望。希望孩子们只是被拐了，希望是你弄错了。我不会出错的。是啊，薛仁说了，尸体就在你指定的3个地点之一。现在警局的人都可佩服你了。以后也会对你的指导更认可的。我的指导原本就是最权威的，不需要任何人认同。我以前就问过你，但是你没有回答。像你这样一个自认为是天才的大人物，为什么要长我当助手？我对长安一窍不通，而且很显然，你这个案子也不需要翻译。你千万不要说你在同事只认识我一个人，
也不要说是我思维敏捷或者观察力强之类的。只要你开口，比我更符合助手条件的人，李叔能帮你找一答。想多了，找你是因为你这个人不凡，而且挺好看的。如果发现什么可疑的人或者可疑的行迹，如果有的话，立即报告。是啊。我让你把脖戒指取回来，你怎么也跟着来了？快回去吧，这些都不是你该看的东西。我好多干了10几年的警察都受不了这个。啊，快回去吧。我回车里了。害怕了？我不想看。这是你最像个小女人的时候了。住手！简直是个悲剧。反正我不看。根据您的体温和心率，我感到您有一点紧张。我没事儿。你干嘛？我只是想给您一点安全感。真体贴。这是2份新的尸检报告，你带给薄教授，我还要赶去南市现场。已经有8份了，还会有更多吗？在现场挖掘停止以前，什么都很难说。薄教授，薄教授。薄金言，是你在里面吗？不错吧？我的作品。这是什么？我来给你介绍一下，这是沉默，金妍样。不过这个小东西总是不提你。我说了这个。薄金言，你在干嘛？出去。那是人体切割实验。他为什么要自己做实验啊？市局不是有法医办公室吗？那时间就来不及了。如果我们想要了解的答案，等到法医来解答的话，救人的黄金时间早就过了。他想要什么样的答案？肢解工具、顺序、手法、罪犯的心理，还有一切的细节。
最新出的尸检报告。我的数据收集的差不多了，你什么时候把模拟演示的模块还有程序建好给我？1天。好了，5个小时。你立刻去安排吧。去安排什么？安排什么？嫌犯在幼年会采用虐杀动物等方式发泄自己的杀人欲望，但随着时间的推移，他需要更高层次的满足。整个杀戮行为始于半年以前，他一定是在那个时间段受到了特定的刺激，比如失业、生意失败、亲人去世、恋人分手等等等等。你们现在所看到的是他之前每一个受害者的情形再现。我们可以很明显的看出，最初的受害者先被砍断颈部，再是左右上肢与左右下肢，每一个肢解部分都有多次的刀砍痕迹。但到了最后一个受害者，罗教授，你是说这具尸体是在同一时间一下子被分解成6块？ 2只手怎么能同时砍下6把刀？难道凶犯还有同伙？可是你也说过，整个案情全套模式都表明，凶犯是独立作案。再怎么配合默契的同伙，也不可能做到真正的同时切割。凶手的确是一个人。人类之所以是人类，就是因为他会使用工具。工具？罗教授，你的意思是说，为了满足他自己的杀人欲望，他踩着一个又一个的受害者尸体，实验着，进化着，最终造出了可以实现他完美暴力幻想的工具——一台杀人机器。瑶瑶，王叔，瑶瑶，我去过公安局了，警察说我小金可能还活着。王叔，你先坐。你放心，警察一定会尽全力把小金给救出来的。王叔，别着急。听说办这个案子最关键的人就是那个住别墅从国外回来的专家。我砸过他的门，我得罪过他。瑶瑶，我求求你，你去替我给他赔个不是。要不你带着我去给他跪下，我给他磕头，让他别计较。那一定把我儿子给我救回来。王叔，你听我说，我先生对于之前的事儿根本都没有在意，他非常认真的在办这个案子。虽然我跟他共事的时间不长，但是你相信我，他绝对是最好的。放心吧。你真的相信吗？在专业上，禁言的判断从来都没有错过。无论他的结论当时听起来是多么的不可思议，多么的异想天开，但是到事情的最后，往往都能证明他是对的。虽然很多时候我们也希望他错。他真的能做出来吗？
就单凭尸体伤口的形状和力度什么的，杀人机器的事儿不知怎么就传了出去，而且越传越厉害，好多家长都不敢让孩子出门。喂，好，我知道了。2组原地保护现场，通知法医处，我马上就到。去埋尸的小树林1公里处，又发现了一具尸体。这都一整天了，他不吃饭啊？他一进入工作状态就是这个样子。其实我能看到他的善良，虽然他都表现得那么平淡。你笑什么？他说的对。如果一个人有了敏捷的思维和细致的观察，他就有可能看到背后真正的灵魂。你说什么呢？没有声音了，大概成功了吧？旭然，你怎么来了？对呀，我就找呢。在里面。进来。我怎么样？成功了？以嫌犯他平庸的智力，能做出来的东西，我花的时间已经够长了。这就是那个分尸的。嫌犯所做的，当然不可能这么漂亮，不过样子还有结构，肯定相差不远。你就弄废了这么多？你一直强调，凶手的体能普通，智力一般。像你这样的天才人物造这个杀人机器，都耗费了这么多刀片。没错，嫌犯废弃的刀片，肯定还会更多。对了，这种刀具在国内属于管制品，不能随意买卖和运输，当然更不能网购。从追查刀具入手，一定会有线索。我马上去安排。这个人就是来看刀的。罗教授，又发现了一具尸体，距离上次的埋尸点只有1公里。根据尸体的腐烂情况来看，这个人很有可能就是第一个被害者。从骨骼发育情况来看，死者和其他受害人一样，都是15岁左右的未成年男性。死亡时间大概应该在去年的1月中到2月初。我核查过相邻时间段的所有失踪档案，没有找到相符合的记录。尸体虽然已经完全腐坏，但应该可以采用 DNA。可以啊，但是我们没有这么完备的数据库进行比对啊。也就是说，这个孩子究竟是谁，我们可能没有办法知道。一个孩子平白无故的失踪，为什么就没有人找他？为什么没有人向警方报案？无论白日多么的默默温情，日夜总会轮转，黑暗总会到来。不是每一朵鲜花都能够得到阳光和雨露，这就是事实，你我都左右不了。谢谢你那么诗意的回答。吴教授，过来看一下。罗金言，我要跟你一起去。
记得目前发现的所有尸体当中，有2个是身份不明、没有记录的。为什么你对这个孩子的身份这么感兴趣？因为他是第一个、最初的受害者。这很重要吗？你设想一下，假设1年多以前，你内心的杀戮欲望，不知道为什么被激发了，可你又没有诱拐的技巧还有经验，你会怎么选择受害者？你会寻找身边最熟悉的、最容易下手的，而且也最没有危险性的。这就说明凶手与被害者他们是认识的，他们在现实中是有联系的，比如邻居、熟人、朋友，甚至是亲属。也就是说，我们查出受害者的身份，就离凶手更近了。不是他的。尸检的结果显示，受害人的身高大约在1.54米左右，而这条裤子的长度有95厘米。对于受害者来说，这裤子的长度太长了。那就是说，这些东西都不是受害者的。只有这条裤子不是。这上面有个字儿，什么地，什么看不清楚啊。绣得太厉害了。你拍张照片给傅子玉，让他来处理。好。犯罪心理学家，瑞瑞兰大学最年轻的教授。问题是他还这么帅，你不觉得这种设定很不真实吗？对于他每天吃掉那些鱼来说，他可能再真实不过了。可是我朋友发誓说，他半年之前亲眼看见那个别墅平台上，他不是这个样子，他是像个妖怪似的，对不对？我觉得那个时候肯定是有什么状况。这么帅，你都不能多拍几张吗？哎呀，就这点出息。什么呀？你快照我。这是个文具盒吗？我好像在哪儿见过。见过。好像明明他们学校发过这个文具盒。你觉得那个孩子会是这个学校的学生吗？不是，这是城里最好的公立中学，在这里上学的孩子，如果失踪了，不可能没有人报案。瑶瑶，龚叔叔啊，不好意思，放假了还麻烦你到学校来。哎，没关系，我问过了，你们要找的文具盒是去年秋季运动会发给第3名的奖品，总共14个，这是名单。名单上的这些孩子现在还在校就读吗？都在，只不过现在放假，我已经通知他们所有人过来了。好的，谢谢。我先走了。不好意思。你去哪儿啊？你留在这里，负责询问学长。你询问什么？你是个聪明的助理，询问他们你能想到的所有问题。怎么着，副队？咱现在去哪儿？圣吉路，记住了。那个文具盒，
那个文具盒吧，太小了，根本装不下几支笔，我就直接给我妹妹了。我一直在用啊，就放在我家里。哦，那个文具盒那么丑，谁用啊？早就扔了。不知道放哪儿了，反正没用过。那个烂奖品啊，我一点也不喜欢，送给我乡下表弟了。你乡下的表弟，他多大了？今年比我小1岁吧。他现在在哪儿？你最后一次见他是什么时候？最后一次见他，我今天早上还见到他呢。他暑假一般都来我家住。我问了所有领过这个文具盒的学生，他们有的还在用，有的已经送人了，有的根本不记得在什么时候丢到什么地方去了。我觉得这条线索已经没什么用。当然有用。他不是一中的学生，且有一中发的文具盒，还有一条不合身的校服裤子，这说明这是4个学生，其中一定有某一个人和是被害者有着必然的联系。可到底是哪一个人呢？这根本没办法判断啊！把他们的家庭住址发给我。家庭住址？对，1年之内搬过家的，之前的住址也要。好的，我知道了。不好意思，郭叔叔，可能还需要再麻烦你一下。嫌犯工作生活数值区地图。好的，请稍等。郭教授，有自治许可的武器店都向我们提供了相关的记录，没有异常的消息。那进货记录呢？在案发期间，有哪一家商店曾经进过可以制造出杀人机器的材料？对啊，如果凶手本身就有进货的许可，那光查销售记录是没有用的。张路，我已经把所有学生的家庭住址发到你邮箱里。有住在东张路附近吗？稍等我看。有一个孩子住在东张路73号和5号。我认识这个地方，这个地方是东城区最大的农贸市场，我妈经常去那买菜。好，我知道。农贸市场。
到张路的模式补充。吴教授，我查过了，一共有3家店曾经进过足够量的刀片，我们现在正在逐一清查他们的库存。不用了，这3家一定有一家开在东张路农贸市场附近。没错，确实有一家店在东张路73号复6，就在农贸市场。那家5金店的店主都是雇员，就是我要找的凶手。好，我明白了。首先，带子跟上。要买点什么呀？你是店主？我是隔壁的，老板出去了，想买点什么呀？自己选着点，一会儿老板就回来。孙勇，哎，赶紧点，有生意了。来了。